你以为武艺超群的令狐冲是笑傲江湖中最厉害的高手吗？其实他只能排第4。第10，项问天，他是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，还被江湖人称为天王老子，甚至东方不败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，并且他的武功十分渊博，基本上什么招式也都懂，而且还跟任我行学了一点吸星大法。虽然他达不到把对手的内力吸过来，但可以转移对手的招式力道，也可以说是削弱版的乾坤大挪移。此外，项问天还一招把实力非常强的不戒和尚给击败了，虽然有巧劲，但这也能说明项问天的武功非常强。第9，林平之，他算是金庸笔下的悲剧人物，因仇恨被扭曲了人性，而在林平之修炼辟邪剑谱以后，功力飞速上升，还使其能将于沧海和穆高峰2位高手击败。虽然他靠着辟邪剑谱能大展神威，但是他的内力和拳脚功夫都非常差，所以打不过真正的高手，甚至在他练成辟邪剑法之前，他的武功只能用三脚猫来形容。打败几个普通的闲汉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打赢一般的武林人士几乎不可能，因此他在华山众弟子中也是武功垫底的存在。第8，左冷禅，他是嵩山派的掌门，主要修炼的武功有大松阳手、嵩山剑法和玄冰真气，并且左冷禅他还是个全方位的选手，内功、剑法和掌法都是极其厉害的存在。但是由于左冷禅他为人心术不正，并且还干了非常多禽兽不如的事，因此在最后被岳不群斩杀了，但是他整体的实力还是不可轻视的，由此可见他也是极其厉害的存在。第7，岳不群，他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，比真小人还要可恨。由于他是华山派的掌门，所以自身武功并不会太弱，并且自保也有余，但是他不仅狼子野心，还极其势利，后来又苦心算计得到了辟邪剑谱，甚至毫不犹豫的挥刀自宫，练上了辟邪剑谱上的武功，因此还在剑术造诣上有点成就。虽然打败的不是高手，但是毕竟是邪门歪道，因此最后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。第6，任我行，他是小说中的最强高手之一，还是日月神教的前任教主，其武学修为也深不可测，而他还被江湖人称为任老魔。由于任我行练的吸星大法是从北冥神功演变过来的，所以也是残本，因此副作用非常大，而且江湖上的人闻之无不谈鬼色变。如果按个人修为来讲的话，他绝对是江湖上极其厉害的高手，只是在西湖老底囚禁的时间过于长久，再加上眼被东方不败刺瞎过，最后因年老体衰而逝世。第5，冲虚道长，他是正教中10位好手之一，还是正派的代表人物，其武功非常扎实，也从不靠投机取巧，因此他基本上都是真本事，并且他的剑法也很强，甚至还让学会了独孤九剑的令狐冲一时间都找不到他的漏洞。而他的剑法不仅厉害，还拥有一身雄厚的内力，所以打林平之这种野路子是非常简单的。由于他比令狐冲的辈分高，而且在武当派又是武林的泰山北斗，可他却降贵于尊，主动与令狐冲比剑，并且还主动认输。但如果是真打的话，令狐冲不一定打得过他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。第4，令狐冲，他是笑傲江湖中的男主角，由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抚养长大和传授武功，而令狐冲生性放荡不羁，爽朗豁达，不拘小节，虽然喜欢乱开玩笑，但却有高度的忠义心，还天生侠义心肠，并且深情不移，钟情于青梅竹马的小师妹岳灵珊，但后来因缘际会爱上了老婆婆的任盈盈，而且不仅成为了灵魂伴侣，最终还与其结为了夫妻，并且还选择退隐江湖。第3，方正大师，他是少林派的掌门，而他的武功不仅高强，还侠肝义胆，正是因为方正大师的善良，使他面对任我行和左冷禅这些心狠手辣的人时，总会有受伤的风险。虽然在任我行大战少林寺之外便没有再出手的记录，但是仅此一战，我们也能看出来方正大师的武功是非常强的。第2，风清扬，他是金庸笔下剑术达到最高境界的高手之一，并且他精通于独孤九剑，而此剑法是由独孤求败传下来的绝世剑法，号称破尽天下武功，并且令狐冲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他的传授，虽然只学了1年半载，但已经可以靠着此剑法纵横天下了，而且还未尝一败。由此可见风清扬武功剑法是非常厉害的，似乎还不低于号称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。第1，东方不败，他是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，其的武功不仅高强，还谋略过人，并且还凭借着葵花宝典将武功练到了如同鬼怪的境界。而他在黑木崖大战中，即便东方不败寡不敌众，但他依然让令狐冲等人占不到一点上风。如果不是任盈盈挟持杨莲亭使其分心，再加上拼着项问天的命才把东方不败击败，而且东方不败在临死前还使用绣花针射瞎了任我行的一只眼睛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实至名归。